男人苦恋女孩多年，陪她长大，却只能送她出嫁，只因他和女孩虽是血缘上的陌生人，却是法律上的兄妹。这段不易宣之于口的感情，竟让无数网友磕生磕死。一集出场几分钟，个人 cut 全网刷屏，仅用几个动作和一个眼神就能抓住观众眼球。谁能想到，这个金玉值拉满、魅力值爆表的男人，竟然是魏大勋。大家好，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来财偏偏。最近魏大勋凭借孟宴臣这个角色登顶热搜，血洗 B 站，一跃成为7月顶流。然而这个全网爆火的角色，其实只是一个配角。最近总看了有关配角加戏和配角脸谱化的讨论，加上最近值得解说的好片好剧也不多，所以我打算趁这个机会出点短视频，和大家聊一些影视方面的话题。今天咱们话题的主角就是配角。仔细观察一下国产剧的套路，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国产剧中的配角其实都是同一批人。比如女配不是白莲花就是绿茶婊，好贵呢，要20块，并且一定和男主打小就认识，还得长得好，最好满腹心机，对女主恨之入骨，最后不但给男女主制造磨难，让两人感情升温，早日成婚。以《十里桃花》里的素锦和《香蜜》里的穗禾为代表，他俩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一个喜欢穿香槟白，一个喜欢穿爱叶蓝吧。女配这种极端人设的对照组是男配，男配作为备胎要专一，不管被拒绝多少次都得始终如一，要时刻记挂着女主，关键时刻一定不能出现，因为要晚男主一步，这样才能衬托男女主天定的缘分。不管男配和女主是有感情还是有婚约，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成全男女主。当然也不是说有这种人设配角的剧就一定是烂剧，只是见得多了难免会觉得有点俗套。我猜肯定又有人会说，存在即合理，配角脸谱化也不是什么坏事，这种角色的创作一定是顺应了观众的情绪需求，所以也有人认为脸谱化角色是影视大众化的一种表现。我想说的是，大众化不等于无脑化，你可以质疑观众的审美，但不能侮辱观众的智商。影视剧善于用脸谱化的角色，不断给观众强化某类配角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观众对于这些角色也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刻板印象。看到类似角色，就能提前预测剧情走向。从这个角度来看，脸谱化的角色确实会降低观众的理解成本，主打一个娱乐性。不过影视艺术发展到今天，观众的审美早就飞升了，干瘪无脑毫无逻辑的脸谱化配角就像嚼完的甘蔗渣，观众想逮着角色再咂摸两下，一尝全是垃圾。所以当叶冰裳这种扔掉祖传练脑，一心专注搞事业，配化过程符合常理的非脸谱化配角出现时，观众感觉到智商被尊重，于是开始理解女配，认同反派。孟宴臣能火也是因为这个角色是个正常人。孟宴臣长期压抑自己的感情，当他知道女主为了男主宁愿和家里决裂时，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意识入魔，他瞬间清醒，他跌回现实，他继续克制，仅用3句台词将情绪拉到极致，既回望了过去，也预定了结局。且不提孟宴臣这个角色是不是抄来的，这种人设、演技、行为逻辑各方面都正常的配角，火起来不是很正常吗？前段时间马伯骞饰演的桑延能够出圈，同样得益于反套路的人设。原著小说中，桑延是个比段嘉许还吸粉的校草级人物。当初官宣桑延选角时，一大批书粉表示不能接受，没想到剧播出以后，观众发现马伯骞另辟蹊径，抓住女主哥哥这个身份，独立于桑延这个角色之外，自创了一个马岩。虽然和原著中桑延苏炸天的人设出入很大，但和现实世界中与妹妹相爱相杀的缺德哥哥简直一毛一样。比如日常嘲笑妹妹的身高，看不惯妹妹撒娇，但知道妹妹被欺负，还是会选择为她撑腰，觉得这些日常化的细节完全符合现实，让观众产生了共鸣。马伯骞靠虚无能力超强的马式演技，化身行走的吐槽机，包揽全剧笑点，吸粉无数，被广大网友称为马牌洗洁精，成为近期国产剧中广受好评的配角之一。平心而论，他们的演技称不上顶级，但每一场戏都是有效出演，人设跳脱常规，细节打动人心，这种角色观众真的很爱。然而在当今娱乐圈，配角出彩却不一定是啥好事，反倒被冠以掀桌之名，成为粉圈大战的开始，撕番位、撕戏粉都成了基操。对于部分粉丝来说，主角的地位不可动摇，就算是群像戏也要分主次，一旦配角戏粉与主角持平，就会引发加戏争议。网剧《刀我飞风向》里，主角粉不满男二女二加戏，甚至还列举了种种证据，证明主角戏份被分，包括但不限于分析主角和配角在宣传图上的站位，在视频播放器上选择只看他功能，对比主角配角戏份的时长。关于两个角色戏份时长的词条也冲上了热搜。除了配角出圈会被骂泄露加戏，国产剧还有一个迷之操作，演员表的头衔就有3种：领衔主演、主演、特邀主演。
合着人人都想当主角。不过无论是人均主演还是配角掀桌，本质上都反映出了一个共同问题：主角的地位至高无上，观众和制作方都默认这个规则。所以为了避免配角压过主角，剧情海报逐渐从多人变成双人，配角一旦火过主角就连演删戏。终极操作就是创造脸谱化的配角，从根源上杜绝配角出圈的可能性。编剧们只奉行一个宗旨：配角只能为主角而生，主角写不好，那就把配角写得更烂。这种强行按头观众的行为，不仅会让剧大铺特铺，甚至还会遭到反噬。孟宴臣和叶冰蝉的人气就是最好的证明。除了强行捧主角之外，导致配角脸谱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剧方就爱赚快钱，观众看这种角色不需要带脑子，所以编剧写的时候也不用带脑子，演员演起来更不用带脑子。原本能拍半年的戏，导演2个月就可以搞定。就在演员提出角色逻辑不合理，导演也会选择性忽略，因为这种剧追求的就是一个速度。这对于创作团队和投资方来说，简直就是双赢的局面。至于观众的感受，资方也不是完全不在意。在饭圈文化侵蚀了影视圈，只要多加几个流量，多炒作几个话题，不管角色多无脑，剧情有多烂，怎会有人愿意花钱看？这么说的话，锅也不能都让编剧背。对于这种情况，我只想对剧方说：你糊涂啊！光靠主角能有多少流量？主角配角一起火，一部剧够你吃10年。回顾一下国产电视剧，能成为好剧的，不可能只有主角出彩。比如《狂飙》里的大嫂老莫、唐氏兄弟，还有酷炫狂霸拽的高启盛，《庆余年》里的范思哲、王启年、陈萍萍，还有意难平的滕子京，《甄嬛传》里的沈眉庄、安陵容、华妃，甚至每一个有戏的配角，《仙剑一》里的阿奴、唐钰、九剑仙，还有一生相信科学的拜月教主，这些角色能够出圈，完全得益于自身的人设丰盈度以及对剧情的贡献值。最重要的是，观众能够从这些配角身上挖掘出他们从出身到性格到行为一整套的人物内在逻辑。拿《甄嬛传》里的安陵容来说，她出身低微，还是个玻璃心，拼爹拼不过沈眉庄，比美比不过甄嬛，一没钱，二没权，所以她活得谨小慎微，谁也不敢得罪。但是他爹横生祸事，坐了牢，让安陵容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试着亲近皇后，上车容易下船难，从此一步步走向反派阵营。他敏感多疑的性格，却让他发现了皇后的秘密，成为了甄嬛扳倒皇后的关键。安陵容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决定了她的性格，性格影响了她的行为，从而改变了她的心境。这种循序渐进、逻辑合理的形象塑造，最后才能让观众称上一句经典。不用靠买热搜炒话题，仅凭角色就能让剧出圈。好的配角还能推动主角的成长线。《仙剑3》中，茂茂是编剧在写剧本时创造出来的新角色。茂茂的前期人设如同他的外表，憨厚纯真。他最崇拜的人是景天，最想去的地方是长安，而后期为救苍生，竟然割肉换粮。茂茂的死不仅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加深了景天身上的悲剧色彩。他是天命选中的救世主，最好的朋友却都因他而死。主角的成长线在配角的辅助下完成的更加圆满。但是无脑只给的脸谱化配角，不仅不会突出主角，还会削弱主角的高光。比如《长风渡》中的月姨娘，女主柳玉茹虽说初期还未成长，但她的人设是聪慧的大家闺秀。月姨娘虽然不是大反派，好歹也让女主吃了10多年的苦，再怎么着也得是知否林晴霜那个段位的吧。但剧版的月姨娘从台词到行为都是美丽纯女人的代表，连这种无脑反派女主都打不过，聪慧人设播得很彻底。反之，与《琅琊榜》中的夏江和谢侯爷这种高智商反派博弈，才能真正凸显主角的谋略。主角和反派的智商高低是相互衬托的，这么简单的道理，编剧为啥就是不懂呢？有些编剧塑造人物只关心反派坏得快不快，对于反派的人物逻辑毫不在意。反派的命也是命啊，影视在发展，观众在成长，这种角色迟早要完，这种烂剧迟早没人看。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广播是真的忍不下去了，由于篇幅有限，视频涉及到的优秀配角仅仅是冰山一角，而且范围主要限定在国产剧。最后还想问问各位，你们心目中最出色的配角是哪位？电影电视剧都可以，弹幕和评论区留给你们，各位可以大胆开麦。你们有啥想和我讨论的话题，记得留言告诉我。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成为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成为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